各位长辈，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早上起床，眼皮沉得抬不起来，脸上浮肿，手指发胀，照镜子都不认识自己，去医院抽血，报告一出来，血糖又高了，医生叮嘱要管住嘴，可是管来管去，血糖还是忽高忽低，根本控不稳。这真的不是你们的错，是没有人告诉你们到底哪些食物能吃，该怎么吃，吃多少才算对。今天我就把这件事讲清楚，让大家吃得踏实，吃得安心，让血糖真正稳下来。正式开始之前，我想请大家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现在在哪个国家，哪个城市？方便的话也告诉我你的年纪、血糖、目前的状况，还有你最头疼的问题是什么？我会根据大家的地区和实际困扰，安排后续的视频内容，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得到最贴近自己情况的建议。好，言归正传。在介绍今天这14种稳糖好物之前，我要先跟大家讲2个买菜的关键常识。这2点很多人从来没听说过，但对稳定血糖来说影响极大。第一点，尽量少买精加工蔬菜包。超市里那种洗好、切好、真空包装的蔬菜看起来很方便，但这类蔬菜经过长时间浸泡、冲洗，大量水溶性膳食纤维已经流失。膳食纤维正是延缓血糖上升的关键。我们参考美国农业部食品营养数据库的数据就能看清楚，同样是西兰花，新鲜整颗购买，自行切洗，膳食纤维含量约为每100克 2.6 克。包装好的预切西兰花，膳食纤维含量平均只剩 1.4 克左右，足足少了将近一半。纤维少了，升糖速度就快了。这一点请大家牢牢记住。优先选择整颗、整根、带皮购买的原型蔬菜，才是稳糖饮食的第一步。第二点，顺着季节挑应季蔬菜。同一种蔬菜在不同季节生长，糖分和淀粉含量差距很大。以胡萝卜为例，同样是土培栽种，春季采收的胡萝卜天然糖分约为每100克 4.7 克，到了夏末秋初光照强烈的季节，天然糖分会飙升到每100克 7.2 克，前后相差超过50%。应季蔬菜水分充足，糖分稳定，长辈更容易把控食用量，稳糖效果也更可靠。好，2个买菜常识讲完了。接下来正式进入今天的主角，14种低升糖、高纤维、富含护理养分的稳糖优质蔬菜。第一位稳糖减负首选苦瓜。苦瓜别名凉瓜、赖瓜，台湾统称苦瓜，英文名是 bitter melon。每100克苦瓜热量仅17千卡，碳水化合物约 3.5 克，膳食纤维 2.8 克，升糖指数极低。苦瓜里含有一种珍贵成分，叫做苦瓜皂苷。作用非常特别，它能够模拟胰岛素的部分功能，帮助细胞更顺利地吸收血液中的葡萄糖，就好像给细胞的大门配了一把备用钥匙，就算胰岛素分泌不够用，葡萄糖也能顺利进门，不在血液里乱窜。很多长辈嫌苦瓜太苦，不愿意吃，教大家一个去苦小妙招。苦瓜切开之后，用小勺把内部白色的瓜瓤彻底刮干净，切成薄片，撒上少许盐，抓拌均匀，静置10分钟。盐分会把苦味物质一起带出来，再用清水冲洗干净，苦味减少大半，口感也更爽脆。烹调方式以清炒或凉拌为主，千万不要加糖调味，加糖会直接抵消苦瓜的稳糖效果。一餐食用80克到100克，大约5-6片，长期坚持效果稳定。第二位，控糖护胰的绿色卫士秋葵。秋葵别名羊角豆，台湾称秋葵，英文名是 okra。每100克秋葵热量仅33千卡，膳食纤维高达 3.2 克，升糖指数极低。秋葵切开之后，你会看到一种粘稠的透明液体，这种粘液当中富含果胶和甘露糖，能在肠道内壁形成一层保护膜，像一张细密的滤网，减缓糖分从食物中释放和被吸收的速度，让饭后血糖不容易出现大幅度波动。很多长辈不知道秋葵怎么处理才好吃，教大家一个简单做法。秋葵洗净之后不要切开，整根放入开水焯烫2分钟，捞出放凉后再切片，这样处理能完整保住内部粘液，不会在切的过程中流失。焯水之后配少许优质酱油和芝麻油凉拌，清爽开胃，老少皆宜。一餐食用6到8根，稳稳锁住饭后血糖。第三位，打破蔬菜甜就升糖误区的好物洋葱。
洋葱别名葱头，台湾统称洋葱，英文名是 onion。每100克洋葱热量约40千卡，碳水化合物9克左右。虽然带有甜味，但升糖指数仅为10，属于极低升糖食材。洋葱当中富含胡皮素和天然硫化物，这2种成分能够激活胰岛素受体的敏感度，就好像给身体的感应开关重新调准了频率，让胰岛素更容易被细胞识别和利用。长期食用洋葱对改善胰岛素抵抗有明显帮助。平时控糖饮食觉得菜肴寡淡没有食欲，洋葱就是最好的天然调味帮手。把洋葱切成细丝，开小火慢慢煸炒，炒到变成金黄焦糖色，自带浓郁甜香，完全不需要加糖或多放盐，就能让菜肴鲜味十足。搭配各类清淡蔬菜一起烹调，味道提升一大截。食盐用量还能减少一半，一餐使用50克到80克，互宜控糖两不误。第4位，海外超市常见却少有人重视的稳糖好物——西兰花。西兰花别名绿花椰菜，台湾称青花菜，英文名是 broccoli。每100克西兰花热量34千卡，膳食纤维2.6克，升糖指数极低，维生素 C 含量丰富。西兰花当中含有一种叫做萝卜硫素的特殊成分，能够降低体内慢性发炎反应。长期慢性发炎是损伤胰岛细胞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好像一把缓慢燃烧的火，日积月累，把胰岛功能一点点耗损掉。萝卜硫素的作用就是帮身体把这把火慢慢熄灭，保护胰岛细胞免受进一步伤害。处理西兰花有一个细节，很多长辈忽略了。西兰花的花冠缝隙里很容易残留农药和小虫，单纯用水冲洗不够干净。教大家一个面粉清洗法，把西兰花放入清水盆中，加入1勺面粉，轻轻搅拌，静置3分钟。面粉会把缝隙里的脏污吸附出来，再用清水冲净，洗得彻底，吃得放心。烹调以水煮或蒸制为主，千万不要用大量黄油或奶酪一起焗烤，高脂肪的搭配会干扰胰岛素正常工作。一餐食用90克到100克，稳糖效果显著。第5位，贴近日常餐桌的控糖食材，菠菜。菠菜台湾统称菠菜，英文名是 spinach。每100克菠菜热量仅23千卡，膳食纤维2.2克，镁元素含量丰富，达到每100克79毫克，升糖指数极低。镁元素在人体调控血糖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研究显示，体内镁含量充足的人，发生胰岛素抵抗的风险明显更低。菠菜就是补充镁元素的天然好来源，帮助胰岛素顺利发挥作用，让血糖保持平稳。这里有一个必须提醒大家的注意事项，菠菜草酸含量较高，直接生吃或炒时会把大量草酸一起吃进去，容易影响钙质吸收，对肾脏也有一定负担。正确做法是，烹调前一定要先放入开水焯烫1到2分钟，捞出沥干，再下锅烹调。焯水能去除菠菜60%以上的草酸，安全又放心。用来焯水的汤汁千万不要饮用。一餐食用80克，补镁稳糖，两全其美。第6位，颜色鲜亮又稳糖的好菜，彩椒。彩椒别名甜椒、灯笼椒，台湾称彩椒，英文名是 bell pepper。每100克彩椒热量约31千卡，碳水化合物6克左右，膳食纤维2.1克，升糖指数仅为15，属于顶级安全食材。彩椒当中维生素 C 含量极为突出，每100克高达128毫克，远超柠檬。充足的维生素 C 能够增强细胞抗氧化能力，保护胰岛细胞免受自由基侵害，延缓胰岛功能衰退。很多长辈不喜欢彩椒特有的青草味，教大家一个小技巧，把彩椒放进预热好的空气炸锅或烤箱，200度烘烤5到8分钟，外皮微微起泡变软，内部汁水充足，青草气完全消散，变成浓郁香甜的口感。剥去烤软的外皮，切条凉拌，味道更佳。一餐食用100克，颜色好看，营养满满，血糖稳稳的。第7位，低调却实力出众的稳糖蔬菜，芦笋。芦笋台湾统称芦笋，英文名是 asparagus。每100克芦笋热量20千卡，膳食纤维2.1克，叶酸含量丰富，升糖指数极低。芦笋含有天然的菊粉成分，菊粉是一种益生元，能够滋养肠道内的有益菌群。肠道菌群平衡，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会更好，就好像给肠道建立了一支健康后援团，从内部稳固整个代谢系统。芦笋根部较老较硬，直接烹调口感不好。
很多长辈全部丢掉很可惜，教大家一个处理方法，用手捏住芦笋根部，往中间轻轻弯折，自然断裂的地方就是嫩脆部分和老硬部分的分界线，从这里掰断，留下嫩的部分烹调，口感鲜嫩，没有老根的纤维感。快炒或水煮皆可，时间控制在3到5分钟。过度烹煮会让叶酸大量流失，一餐食用70克到90克，互益又补营养。第8位，家家户户都常吃却最容易吃出问题的蔬菜，玉米。玉米台湾统称玉米，英文名是 corn。这里要郑重提醒大家，玉米在今天这份清单里属于黄榜食材，也就是必须控制食用量，搭配方式正确才能安心吃。每100克新鲜甜玉米热量约86千卡，碳水化合物19克，升糖指数约55，远高于绿色叶菜类。如果直接大口啃玉米棒，又不减少主食分量，血糖很容易在饭后快速攀升。但玉米并不是不能吃，它含有丰富的玉米黄素和叶黄素，对保护眼睛、视网膜、预防糖尿病相关眼部并发症有重要作用。正确吃法是把玉米当作主食的一部分，吃了玉米就减少相应的米饭或面食分量。一餐食用半根玉米，大约80克，搭配大量绿色蔬菜，才能把升糖幅度控制住，吃得安心不慌张。接下来这一组都是长辈日常最常吃却也最容易搭配出问题的根茎类蔬菜，统一列为黄榜食材，也就是需要特别注意搭配和分量的食材。这些蔬菜不是不能吃，而是吃法对不对，直接影响饭后血糖的走势。吃法正确就是稳糖好菜，吃法错误就会让血糖坐过山车。第9位，餐桌上最常见的根茎蔬菜胡萝卜。胡萝卜台湾统称红萝卜，英文名是 carrot。每100克胡萝卜热量41千卡，碳水化合物约10克，升糖指数约35，属于中低升糖食材。胡萝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能够强健眼部黏膜和微血管，对预防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很有帮助。很多长辈以为胡萝卜甜，升糖一定很高，所以完全不敢吃。其实只要控制好分量，问题不大，关键是烹调方式。胡萝卜最好搭配少量优质植物油，一起翻炒脂溶性的贝塔。胡萝卜素需要油脂才能被身体充分吸收，单独水煮吃营养大打折扣。一餐食用50克到70克，配合绿色蔬菜一起吃，营养更全面。第10位，打破根茎类都不能吃误区的食材，山药。山药别名淮山，台湾称山药，英文名是 Chinese yam。每100克山药热量约63千卡，碳水化合物约14克，升糖指数约54，属于中等升糖食材，但含有丰富的粘性蛋白和鼠玉皂苷。粘性蛋白能在消化道内壁形成保护层，减缓糖分吸收速度，就好像给肠道铺了一层缓冲垫，不让血糖冲得太猛。这里有一个必须注意的细节，山药表皮含有皂苷和生物碱，直接接触皮肤会引起瘙痒。处理山药时一定要戴手套，或者先把山药放入冰水中冷却几分钟，降低致氧物质活性。削皮后切成薄片，用蒸制方式烹调，升糖速度比油炒和油炸慢很多。吃山药的时候一定要相应减少米饭分量，把山药当作部分主食替代品。一餐70克到80克，脾胃暖，血糖稳。第11位，冬季最实惠的稳糖蔬菜白萝卜。白萝卜别名来福，台湾称菜头，英文名是 Daikon White Radish。每100克白萝卜热量仅18千卡，碳水化合物约4克，膳食纤维 1.6 克，升糖指数极低。白萝卜含有丰富的消化酶，包括淀粉酶和蛋白酶，能够帮助肠胃更有效分解食物中的淀粉，减少多余糖分在肠道内的堆积，饭后不容易感到腹胀，血糖也更平稳。教大家一个省时的冷冻催熟法。白萝卜洗净切块之后，放入冰箱冷冻1个晚上，冻透之后内部组织松软，隔天取出解冻下锅，10分钟就能炖烂入味，比直接炖煮快了将近1半时间。炖煮完成之后，只吃萝卜肉，汤汁倒掉，矿物质和部分糖分都融入汤中，只吃果肉更安心。一餐食用90克到100克，清淡暖胃又稳糖。第12位，口感鲜嫩的家常稳糖食材冬瓜。冬瓜别名整瓜、白瓜，台湾统称冬瓜，英文名是 Winter Melon。每100克冬瓜热量仅11千卡，碳水化合物约 2.6 克，升糖指数极低，
是热量最低的蔬菜之一。冬瓜水分含量高达 96%， 富含丙醇二酸，这种成分能够抑制体内多余糖分转化为脂肪堆积，帮助维持健康体重。体重控制好了，胰岛素敏感度自然跟着提升，血糖管理事半功倍。食用冬瓜记住2个关键步骤：第一，削尽外皮，去除内部瓜瓤和瓜子；第二，烹调后只吃冬瓜果肉，千万不要喝汤。冬瓜果肉极易吸附溶于水中的矿物质，烹煮后汤汁当中矿物质浓度较高，只吃果肉就好，简单清炒或清蒸都合适。一餐食用100克到120克，清淡低热，血糖零压力。第13位，护眼又稳糖的好菜，番茄。番茄别名西红柿，台湾统称番茄，英文名是 tomato。每100克番茄热量约18千卡，碳水化合物约 3.9 克，升糖指数仅15，是升糖指数最低的蔬菜之一。番茄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这种强效抗氧化成分能够中和体内自由基，降低慢性发炎水平，保护胰岛细胞，同时对预防糖尿病、心血管并发症也有积极作用。这里有一个很多长辈不知道的冷知识，番茄红素是脂溶性的，生吃番茄吸收率很低，烹调加热之后搭配少量植物油，番茄红素的吸收率能提升将近5倍，所以炒番茄比生吃番茄营养价值反而更高。但炒番茄的时候千万不要加糖，加糖会大幅提升这道菜的升糖速度，用少许盐调味即可，保留番茄本身的天然酸甜。一餐食用100克到150克，美味又养生。第14位，今天压轴登场，全球营养师都力推的稳糖头号食材牛油果。牛油果别名鳄梨，台湾称酪梨，英文名是 avocado。每100克牛油果热量约160千卡，碳水化合物约 8.5 克，但其中膳食纤维高达 6.7 克，净碳水化合物仅约 1.8 克，升糖指数极低，约为10。牛油果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能够显著提升胰岛素受体的敏感度，就好像给细胞的感应天线重新调整了方向，让胰岛素信号更容易被接收，血糖代谢更顺畅。很多长辈觉得牛油果口感太过油腻，不知道怎么吃，教大家一个简单吃法。牛油果对半切开，去掉果核，用小勺直接挖出果肉，淋上几滴柠檬汁，加少许黑胡椒碎拌匀，搭配全麦饼干或直接食用，口感绵密香浓，既有饱腹感，又不会让血糖快速升高。选购牛油果时，优先选择外皮变为深绿、近黑色、轻捏、微微有弹性的熟透果实。这样的牛油果营养最为充足，一餐食用半个，大约50克到70克，稳糖又有饱腹感。讲完所有食材知识，接下来用简单好记的方式带大家梳理所有重点。首先记住3条稳糖核心观念。第一，血糖高不需要戒掉蔬菜，优先挑选低升糖、高膳食纤维、富含护胰成分的安全食材。第二，升糖速度快，很多时候不是蔬菜本身的问题，而是分量过大、搭配不对、烹调方式错了。第三，只要掌握好去皮、切薄、控量、搭配油脂、避免加糖这几个步骤，就算是皇榜食材也能变成日常好菜。除此之外，养成正确的吃饭顺序，稳糖效果会更加明显。用餐时先吃蔬菜，再吃肉类和豆类等优质蛋白质，最后再吃米饭或面食等淀粉类主食。先用膳食纤维做缓冲，能有效拉平饭后血糖曲线，让血糖不再大起大落。大家也可以通过日常身体信号，简单判断自己的血糖管理是否得当。饭后2小时内，如果感到明显困倦、头脑发沉，往往代表这一餐升糖过快，身体正在消耗大量能量应对血糖波动。这时候回顾一下这一餐的食材选择和搭配方式，调整一下食材比例和饮食顺序。如果饭后精神尚好，不感到特别疲乏，代表这一餐的稳糖效果不错，继续保持。最后再提醒几项饮食禁忌与特殊注意事项。正在服用2甲双胍等降糖药物的长辈，调整饮食结构之前，务必先告知主治医生，避免药物与饮食调整叠加，导致血糖过低。本身有肾功能问题的朋友，食用高钾蔬菜如菠菜、彩椒时，一定要先经过焯水处理，并控制食用量，避免加重肾脏代谢负担。有胃食管反流问题的长辈，番茄和苦瓜酸度较高，用餐时间最好安排在正餐中间，不要空腹食用，也不要在睡前2小时内食用，避免刺激胃酸分泌。
按照今天分享的蔬菜清单挑选食材，搭配正确的烹调小技巧，日常饮食既能吃得丰富均衡，又能大幅平稳血糖走势，远离高血糖带来的种种不适。身边若是有同样被血糖问题困扰的亲朋好友，不妨把这些实用的知识分享出去，帮助更多长辈吃对食材，少走弯路，少跑医院。喜欢今天内容的长辈，记得点赞订阅。我会持续分享科学实用的养生知识，陪伴大家稳定身体指标，安心安稳地过好每一天。最后郑重声明，本篇所有内容仅为营养健康科普，无法取代专业医师与营养师的诊疗建议。每个人的体质状况各不相同，准备大范围调整饮食之前，建议先咨询自身主治医生。祝愿各位长辈饮食安心，血糖平稳，身体硬朗，平安健康。